您是不是也常常在心里纳闷，为什么身边总有那么几个人，好像天生就自带好运体质？我们来回想一个很熟悉的场景，每到初一、15，或者是过年过节的时候，各大庙宇总是人山人海，大家手里拿着香，虔诚地排队点光明灯、安太岁、掷拐求平安。我们在佛菩萨面前跪下来，嘴里念着：菩萨保佑啊，保佑我们家老小身体健康，保佑儿子女儿工作顺利，早点成家，保佑我今年无病无痛，渡过难关。我们把生活里所有的重担与操心都寄托在袅袅升起的香烟里，希望能求得一点点的平安与顺遂。可是您再转头看看身边，一定有那种人，他们好像从来不怎么跑庙里，也没有特别去求神拜佛，但是他们的好运却像是长了眼睛一样，总是自己找上门来，走到哪里都有贵人帮忙，遇到什么危机，最后总是能顺风顺水的化解。晚年生活更是过得清新又自在。看到这种人，您心里可能会轻轻叹一口气，觉得没办法啦，人家那是生肖好，八字重，儿女又孝顺，这都是命啦。我们常听老一辈的人说，12生肖里有4个生肖特别有福气，比如说属龙的人天生自带贵气，属蛇的人总能逢凶化吉，属马的人虽然奔波，却往往能有大成就，属兔的人更是处处逢源，人见人爱。很多长辈朋友听到这里，心里难免会心头一惊，想说，那我既不属龙，也不属蛇、马、兔，我是不是就注定这辈子是个劳碌命了？我是不是怎么拜佛都没有用了？如果您也有过这样的念头，请您现在先深呼吸。今天我要来打破您这个固有的认知，因为真正的福气从来就不是跪在地上求来的，更不是老天爷偏心，只把好运分给特定的生肖。今天这支影片就是要告诉您，那些看似不用拜佛也自带福报的人，到底在生活里掌握了什么样的底层密码。在佛教的经典里，有一句非常核心、非常震撼的话，短短8个字，叫做命由己造，相由心生。12生肖表面上看只是我们出生的年份，是一个时间的标记，但如果您往深了一层看，在佛法的智慧里，这12种动物其实代表着我们人类的12种心性，也就是12种性格与能量特质。佛经里常说众生皆有佛性，这句话听起来很玄，但用我们现代比较白话的说法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一把能打开福报大门的金钥匙。那些被大家羡慕说成不需要拜佛也能得到菩萨保佑的人，根本原因不在于他们的生肖是什么，而在于他们的心性。他们看待世界的态度刚好暗合了佛菩萨的教诲。我们来做一个生动的比喻，想象一下，我们的心就像是一台有着超强接收能力的收音机，也是一个巨大的磁铁。您心里装着什么样的念头，什么样的情绪，您就会自动调到那个频率，然后吸引什么样的遭遇来到您身边。属龙的那份无畏与勇敢，属蛇的那份冷静与内观，属马的那份放下与洒脱，属兔的那份柔软与慈悲。这4种特质不正好就是佛法里一再强调的精进、止观、解脱和慈悲吗？当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不知不觉展现出这些特质的时候，他其实就已经在修行了。他们虽然没有每天跪在佛像前磕头，也没有天天把佛号挂在嘴边，但是他们面对身体退化的坦然，对待晚辈的包容，已经让自己的言行举止和宇宙间最大的正能量，也就是佛菩萨的愿力，调到了同一个频道上。频率对了，好运的讯号自然就接通了。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看起来总是那么幸运，不是菩萨偏心他们，而是他们自己的磁场把菩萨的加持给吸过来了。所以今天我们不谈算命，不讲迷信，我们要从佛学最根本的角度，把这4个生肖的福气密码彻底拆解开来。只要您看懂了这背后的底层逻辑，无论今年是55岁还是80岁，无论您是属老鼠还是属猪，您都能把这些美好的特质完美复制到自己的身上。从今天起，您不需要再向外去求任何神明，因为您就能成为自己生命里的观世音菩萨。接下来，我们就先来聊聊第一个福报密码，也就是很多老一辈常说的属龙的朋友，他们身上那股斩断内耗的强大力量。老人家总说龙是天生的王者，自带贵气。您仔细观察身边属龙的人，或者那些在生活里遇到大风大浪总能逢凶化吉，晚年清新自在的人，他们身上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共同点，那就是极度的稳定与勇敢。遇到困难，别人吓得退缩，他们敢一肩扛起；遇到未知的挑战，别人还在犹豫害怕，他们已经开始找方法。在佛法里，这种特质叫做什么呢？这叫做大无畏精神。我们都很熟悉观世音菩萨，对不对？在佛经里，观世音菩萨有一个非常响亮的称号，叫做施无畏者，把无畏布施给众生。但各位菩萨，您有想过吗？什么是真正的无畏？无畏难道是指你神经大条，不知天高地厚，真的什么都不怕吗？当然不是。真正的无畏是在恐惧与未知的混乱面前，您依然能稳住自己的心，不被恐惧给绑架。为了让大家更好理解这种强大的心性，我来讲一个佛教历史上非常经典也极具震撼力的真实故事。当年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一个一直想要陷害他的人。有一天，这个人趁着佛陀带着弟子们进城化缘，故意在狭窄的街道上放出了一头被灌了烈酒、完全发疯的巨大狂象。这头醉象眼睛发红，发出可怕的吼叫声，在街道上横冲直撞。路边的小摊贩被踩得粉碎，无辜的百姓吓得尖叫连连，四处逃窜。当时的场面简直就是人间炼狱。很多跟在佛陀身边的年轻弟子看到这头像是一座小山一样冲过来的狂象，也吓得脸色发白，本能的想要往后退。可是佛陀呢？佛陀没有逃跑，也没有退缩，他只是非常平静地站在原地。他的眼神里没有一丝一毫的恐慌，只有无尽的慈悲。奇迹的一幕发生了，当那头发狂的大象冲到佛陀面前，几乎就要踩下去的那一瞬间，他突然像是撞上了一道无形的、极度温柔却又无比强大的墙。狂象感受到了佛陀身上那股绝对安定、没有一丝恐惧的磁场，那头大象眼里的疯狂慢慢退去了，他大口喘着气，脚步慢了下来。最后，这头让所有人吓破胆的狂象竟然温驯地弯下前腿，双膝跪在了佛陀的面前。这就是大无畏的真实力量。各位菩萨，故事听完了，您仔细想想，我们到了这个年纪，生活里是不是也常常会冲出一头可怕的狂象？这头狂象可能是医生看着您的抽血检查报告皱起了眉头，告诉您哪里有了红字；可能是接到一通诈骗电话，吓得您魂不附体；又或者是看到儿女的工作遇到危机，甚至婚姻亮起红灯，急得您像热锅上的蚂蚁。当这头生活中的狂象冲过来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我们就像街上那些惊慌失措的路人一样，我们的心跳加速，我们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我们会在心里疯狂地纠结，万一我倒下去了，会不会拖累小孩？孙子以后谁来管？为什么这种倒霉事会发生在我身上？我们被心中的恐惧深深地绑架了。事情
可能还没变得那么糟，但我们的心已经先把自己给折磨得半死了。现在年轻人有一个很流行的词，叫做内耗，这就是最严重的内耗。而那些自带福报、拥有龙性智慧的人，他们就像是站在狂象面前的佛陀，他们遇到突发状况，心里的第一个念头不是抱怨老天爷，也不是逃避，他们会深呼吸，告诉自己，年纪大了，遇到无常是正常的，怕也没有用，该看医生就看医生，该配合治疗就配合，儿孙自有儿孙福，他们的问题让他们自己去解决。他们绝对不允许自己的心跟着外面的境界一起发疯。这种不内耗、极度稳定的强大心智，就是他们不用刻意跑去庙里拜佛，却能晚年安泰、贵人相助的底层秘密。因为宇宙的资源，所有的好运气，总是会向那些能量稳定、敢于承接挑战的人倾斜。您越不怕事，事情就越怕您。当您修炼出了这份大无畏的磁场，其实就已经在自己的生命里千百处祈求，千百处应了。各位菩萨，刚才我们聊了属龙朋友的无畏，接下来我们要看看12生肖里的第二个福报密码，属蛇的朋友。说到蛇这个生肖，给人的感觉总是冷静、敏锐，习惯独立思考。老一辈常说，属蛇的人对生活有一种独特的洞察力，遇到再复杂的环境，他们总能化险为夷，全身而退。这种冷静与洞察力在佛学里对应的是什么样的境界呢？这就是佛法修行中非常核心的智慧，叫做止观，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内观。什么是止观？用最白话的方式来说，止就是让那颗每天像猴子一样乱跳的心停下来，观就是在安静当中清清楚楚地看见自己的念头。我们来看看现在的社会情境，您一定会觉得非常熟悉。我们现在很多人退休后每天手机不离手，您仔细想想，从早睁开眼睛到晚上睡觉，我们的大脑处理了多少根本不需要操心的资讯。LINE 群组里传来传去的假新闻和农场文章，每天晚上电视里那些吵吵闹闹的名嘴政论节目，还有亲戚群组里谁家的儿子又升官了，谁家的孙子考上好学校了，大家表面上恭喜，私底下暗自较劲。这些资讯每天就像海啸一样疯狂地往我们脑袋里灌。很多长辈朋友跟我说，到了晚上明明身体已经很累了，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心跳很快，脑袋里像是有几百个人在讲话，觉得很焦虑，觉得为什么别人家的小孩那么有成就，自己却还要帮晚辈擦屁股。各位菩萨，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吗？这就是因为我们的心一直跟着外面的境界在跑。您的心就像一杯原本清澈的水，被外面世界的一把把泥沙丢进去，搅得浑浊不堪。心浑浊了，您当然静不下来，当然会觉得痛苦。但是您看看那些具备蛇性智慧、自带福报的人，他们是怎么生活的？他们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懂得在喧闹的世界里为自己画下一个结界，懂得抽离。唐代有一位非常有智慧的高僧，叫做庞蕴居士，他曾经说过一句话，非常经典。他说，但自无心于万物，何妨万物常围绕。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只要我的心不去攀缘，不去执着外面的人事物，那么外面再吵再乱再复杂，又怎么能干扰到我呢？外面狂风暴雨，我的心里依然风和日丽。拥有止观智慧的人，看到群组里的流言蜚语，看到电视里的政治口水战，他们绝对不会跟着起哄，也不会跟着别人生闷气。他们会先在心里踩刹车，冷静地问自己2个问题：这件事跟我的生死有关系吗？我现在生气能解决问题吗？如果答案是不能，他们就会立刻把注意力收回来。
他们把向外攀比的精力，把那些用来嫉妒、生气、操心国家大事的力气全部收回来，专注在自己身上。他们只关心自己今天的饭有没有吃好，晚上的觉有没有睡饱，今天有没有出去走走运动。他们就像是在吵闹的菜市场里戴上了降噪耳机，这种极度的冷静与洞察力让他们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总能看清事情的本质，不被晚辈和外围环境的负能量拖垮。所以您说菩萨为什么保佑他们？凭什么好运都站在他们那边？其实是因为他们自己先保佑了自己那颗清净的心。当您的心安定下来了，就像那杯浑浊的水沉淀了，泥沙落到底部，水面变得像镜子一样清澈。这个时候您的智慧就开了，智慧一开，做出的每一个决定都会是正确的，走的每一步路都会是安稳的，福报自然就会像山谷里的泉水一样源源不绝地涌出来，挡都挡不住。各位菩萨，我们刚刚学会了在喧嚣中保持冷静，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3个福报密码。属马的朋友，说到马这个生肖，大家的脑海里一定会浮现出一匹在广阔草原上奔跑、自由自在的骏马。老一辈常说，属马的人天性向往自由，不喜欢被束缚，遇到再大的困难，他们总能跨越过去。您知道，在佛法里，这匹奔腾的马代表着什么样的修行境界吗？这叫做心无挂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真正的解脱与放下。我们很多人对退休后的自由有一个很大的误解，我们以为自由就是口袋里有很多钱，想去哪里游览就去哪里。但佛法告诉我们，真正的自由从来不是身体的移动，更不是物质的满足。真正的自由是心灵的解脱。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佛教故事，画面感非常强，我想分享给大家。从前有一个人，他觉得自己活得非常痛苦，非常累，于是他背着一个巨大无比、沉甸甸的大包袱，爬过千山万水去拜见佛陀。他一见到佛陀，就扑通一声跪下来，大哭着说：佛陀啊，我真的好累，好痛苦。我这包袱里面装着我过去受过的委屈，别人对我的嘲笑，还有我对儿女满满的担忧与牵挂。这包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到底该怎么办？佛陀看着这个满头大汗、满脸泪水的人，眼神充满了无尽的慈悲。佛陀没有跟他说什么大道理，只是微微一笑，指着他背上的大包袱，轻轻地说了2个字：放下。这个人愣住了，他看了看佛陀，又看了看自己肩膀上勒出深深血痕的绳子。突然之间，他恍然大悟，把肩膀上的包袱砰的一声重重地丢在了地上。就在包袱落地的那个瞬间，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突然觉得全身无比轻松，原本压弯的腰也挺直了。各位菩萨，属马的人，或者说具备马性智慧的人，他们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他们懂得及时清空包袱。我们来看看我们自己是不是经常就像那个人一样，在我们的生活里，媳妇或女婿3年前一句无心的抱怨，我们到现在还记在心里，时不时拿出来回味，让自己再痛一次，再气一次。年轻时吃过的苦，受过的委屈，我们把它当成一辈子的阴影，甚至觉得晚辈都不懂得感恩。我们每天出门，背上都背着这些沉重的看不见的包袱，我们背着过去的怨恨，背着对未来的恐惧。您说，背着这么重的垃圾，我们前进的脚步怎么可能轻盈？晚年怎么可能过得快活？怎么可能迎来好运？如果您把自己的心想象成一个杯子，这个杯子里如果已经装满了过去的苦水、发臭的怨气，那么就算菩萨想要赐给您甘甜的福报之水，您也根本没有空间可以装得下啊。
而那些自带福报的长辈，他们遇到挫折会不会痛？当然会痛。但是他们痛过之后，懂得拍拍身上的灰尘，勇敢地站起来。他们不念过往，不畏将来。昨天的事情，昨天就让它死去了。晚辈的人生，就让他们自己去负责。今天醒来，又是一个全新的自己。菩萨为什么特别眷顾他们？好运为什么总是跟着他们？因为他们的心是敞开的，没有被过去的执念给塞满。他们把心里的垃圾清空了，把空间腾出来了。所以，幸运之神和生命里的贵人才有空间走进他们的人生里。这就是心无挂碍的强大力量。当您学会了放下，人生就再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绊倒您了。各位菩萨，我们一路走来，学会了面对危机的无畏，喧嚣中的冷静，还有清空内心的放下。现在我们要来聊聊这12生肖里最后一个，也是能量最温柔、最强大的福报密码——属兔的朋友。老一辈常说，属兔的人内心充满了爱，他们在生活中总能遇到贵人，甚至常常会有出人意料的福报。很多人看在眼里，会酸溜溜地说：“哎呀，那只是人家运气好啦，生了孝顺的好儿子啦。”但各位菩萨，在佛法高深的智慧看来，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纯粹的运气，这背后其实隐藏着宇宙间最精准、从不失算的一套法则，叫做因果，也叫做慈悲喜舍。属兔的人，或者说具备兔性智慧的人，他们的性格通常比较柔软、体贴，他们总是习惯性的为别人着想，对这个世界永远保持着一份纯粹的善意。我们来看看现在的社会，大家是不是常觉得现在人情越来越冷漠了？我们每天走在路上，防备心都很重，我们怕被骗，怕吃亏，所以我们把自己的心包得紧紧的。看到别人遇到困难，我们心里的第一个念头往往是：这不关我的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您有没有发现，那些在生活里总能遇到神仙贵人，突然拉他一把，去医院看病，总能遇到好医生，走在路上总有年轻人愿意帮忙提重物的人，往往都是平时待人和善，愿意顺手帮别人开一扇门，给别人一个微笑的人。我来讲一个发生在我们现代非常真实也非常感人的故事。有一次遇到了一场台风刚过的傍晚，下着倾盆大雨，有一位年轻的业务员开着车，正准备赶去参加一个非常重要的饭局。这个饭局对他来说很重要，关系着他这个月的业绩能不能达标。就在他开车经过一个积水的十字路口时，他看到了一位全身湿透的老太太。老太太手里撑着一把根本挡不住暴雨的破伞，站在路边冷得发抖，一直挥手想拦计程车，但是没有一辆车愿意停下来。这位业务员看了一下手表，如果他停下来帮忙，饭局肯定会迟到，甚至可能会搞砸生意。但在那个瞬间，他心里的那份慈悲升起了。他没有多想，立刻把车靠边停下，冒着大雨冲下车，把老太太扶进了自己的车里。他把车上的暖气开到最大，绕了一大圈路，平平安安地把老太太送回了家。老太太一直问他叫什么名字，想给他车资，他只是笑着摇摇头，说：“老人家，这只是举手之劳，快进去洗个热水澡吧。”说完，他就开车走了。那天晚上的饭局，他当然迟到了，也真的错失了一笔生意。但是，各位菩萨，佛法里说的因果是绝对不会让善良的人吃亏的。几个月后，这位业务员所在的公司面临了巨大的财务危机，眼看着就要发不出薪水，面临倒闭了。就在老板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时，突然有一家大企业主动找上门来，签下了一笔足以拯救整间公司的大订单。
而当这位业务员陪着老板去签约的时候，对方那位大老板一走进会议室，看到这位业务员，马上激动地走过来，握住他的手，说：年轻人，我终于找到你了。几个月前，那个下着大暴雨的晚上，就是你把我母亲平安送回家的。各位菩萨，这就是佛法里说的善意回流。那位被救的老太太正是这位大老板的母亲。很多人以为付出就是失去了，但佛陀告诉我们，您给出去的每一分善意，每一点爱，每一次对别人的伸出援手，都不会白白消失，他们会在宇宙里绕一圈，最后以不同的形式，在最关键的时刻，加倍的回到您自己或者您的子孙身上。属兔的人之所以福星高照，不是因为菩萨特别偏心他们，而是因为他们自己就是一颗发光发热的小太阳。他们用慈悲心去对待家人，对待朋友，甚至对待菜市场里的陌生摊贩。这个世界是一面巨大的镜子，您对他笑，他当然也会用无尽的温柔和不可思议的好运来回报您。这就是佛法里最高级的吸引力法则。当您拥有了这份慈悲的磁场，身上就穿上了一件最坚固的福报防护罩，所有的贵人都会自动向您靠近。各位菩萨，听到这里，您可能会在心里问我，那我既不是属龙，也不是属蛇、属马、属兔，难道我就注定没有福气了吗？我这把年纪了，还能改变吗？千万别这么想。佛经里有一句话说得非常透彻，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真正的修行不是叫您一定要剃度出家，也不是叫您每天躲在深山里打坐。真正的修行就在我们的柴米油盐里，就在我们每天的起心动念之中。这4个生肖的福报其实就是4种不同境界的修心法门。我们每个人无论今年几岁，无论属什么，都可以透过日常生活中非常微小的行动，一点一滴的把它们养出来。其实不用担心自己做不到，方法非常简单。今天我特别为大家总结了3个日常修行清单。看完这支影片，今天，对，就是今天，立刻就能开始做。步骤非常简单，完全不用花半毛钱。只要您愿意开始，我保证好运的齿轮就会跟着开始转动。第一个微小行动，睡前3分钟的关心清单。我们很多人每天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脑袋里都在想什么？我们在想今天早上去市场谁占了便宜，在想儿子媳妇回嘴的画面，或者在焦虑明天的身体检查。带着这种满满的怨气和焦虑睡觉，隔天醒来，磁场怎么可能会好？从今天晚上开始，当您躺在床上准备睡觉时，请先放下手机，不要再看 LINE 群组了，闭上眼睛，做3个很深很慢的深呼吸，在脑海里把今天遇到的不愉快或者别人对您的批评，像播放电影一样快速地看一遍，然后在心里真诚地对自己说一句话：今天辛苦了，无论好坏，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儿孙有儿孙的福气，我选择原谅，我选择放下。这短短的3分钟，其实就是在练习属蛇朋友的内观，以及属马朋友的放下。不带着怨气睡觉，心清空了，隔天早晨醒来，磁场就是最干净的，自然能吸引到一整天的好运气。第2个微小行动，遇到烦心事，练习一句转念口头禅。生活中我们难免会遇到看病等很久，买菜被插队，或者是被晚辈莫名其妙的误会。下次当您心跳加速，快要生气，甚至想指着老天爷抱怨为什么我这么苦命的时候，请在心里先强迫自己停下3秒钟，然后在心里默念这句口头禅：一切的发生都是来成就我的。
这就是在培养属龙朋友的大无畏精神，不去抱怨老天爷，而是勇敢的接纳。当您不再把困难当成是老天爷的惩罚，而是把它当作菩萨发给您的考卷，心量瞬间就撑大了。心量一放大，福报自然就跟着变大。那些原本会让人内耗3天3夜的烂事，瞬间就变成了修心的养分。第3个微小行动，每天做一次不花钱的微小布施。很多长辈听到布施，第一反应就是哎呦，我又没赚多少退休金，我怎么布施？那是大老板在做的事啦。其实不是这样的。佛陀说过，这世上有一种善，叫做和颜悦色布施与言辞布施。什么意思呢？非常简单。今天早上出门去公园做早操，爬山的时候，对陌生的山友微笑点个头，说声早安。去菜市场买菜，对摊贩老板说声谢谢，辛苦了。或者在晚上看到儿子媳妇下班，带着一身疲惫回到家，您忍住了平时那句快要脱口而出的碎碎念，换成了一句轻柔的关心。下班啦，今天辛苦了，桌上有热汤喝一点吧。各位菩萨，这就是在修属兔朋友的慈悲心，每天散发出一点点微小的善意。不要小看这些微不足道的动作，这些善意累积起来，最终都会变成保护您与子孙一生顺遂的福气防护罩。这3个行动是不是非常简单？睡前放下，遇事转念，口吐善言，只要您愿意把它们融入生活，就是在为自己累积无量无边的福报。各位菩萨，影片看到这里，相信您的心里已经有了最清晰的答案。真正的福气从来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哪一个特定生肖的专利。佛经里有一句话说得极好，一切唯心造。命运的画笔其实一直都紧紧握在您自己的手里。我们常说初一十五要去庙里拜菩萨，求菩萨保佑，但您有没有停下来想过，菩萨到底在哪里呢？其实菩萨不在高高的神坛上，也不在遥远的西天，菩萨就在每一次面对病痛与无常时那份无畏的承担里，菩萨就在每一次被外在杂音干扰时那份安静的内观里，菩萨就在每一次受了委屈后愿意放下的释怀里，菩萨更在每一次对晚辈和身边人展现出的那份慈悲里。当您愿意在每天的生活中把这4种智慧无畏、冷静、放下与善良慢慢融入自己的起心动念时，您就是自己生命里最大的贵人，您也就是子孙与别人生命里最真实的菩萨。我们的生活里或许还是会有刮风下雨，遇到身体微恙的时候，但是只要心里有光，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是温暖的晴天。相聚就是有缘。今天我们能够在茫茫人海中透过这支影片结下这份善缘，我相信这也是佛菩萨最好的安排。如果你也认同今天的内容，在心里感受到了这份平静的力量，我诚挚地邀请您在底下的留言区写下这句祈福语：愿一切有情众生平安喜乐，善念成真。或者你也可以把这份好运分享出去，在留言区留下对家人、对子孙最深的祝福。让我们一起把这支影片的留言区变成一个充满正能量的大福田。当成千上万的善念汇聚在这里的时候，这股强大的慈悲磁场一定能跨越时空，深深地回向给您，保佑您和全家人福星高照，一生平安。感恩大家今天的陪伴，愿您未来的每一天都能走得从容，活得自在。我们下期影片再结善缘，阿弥陀佛。